这明明是一个老头，他的名字叫陆大姨。哇，这个游戏有的时候啊，他的名字我们不能在意那么多。哎，走路还一瘸一瘸的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机场前方啊。昨天有同学说，这个机场的客流量可以，但是目前都是开车过来的。我们应该在这里加一个渡船的。我们找到这个渡船的窗口啊。渡船站好像放不下来。往下一点的话，把它放在这儿。不能放得太远，离机场太远的话，他们就没有必要来坐船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渡船的方向啊稍微调整一下，还要和左边的这个道路进行相连接。比如说这样 ，OK。然后我们再找到这条2车道公路。我们现在主要的是经营，然后把渡船的这个水源给连接一下。再去往城区去看一下啊，把这个渡船通向哪儿呢？把它加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吧，可以放在我们的监狱旁边。然后铁道上方呢，可以再加一个小桥梁。这样一来，这个铁路对面的居民啊，他们也可以来到这个位置坐船。我们把这个船运啊，最后连通到 CBD， 还有上一次开发的那个小岛。右边让它和我们的监狱进行相连接，空间已被占用。开个小墙制，然后来一个大环线，把这里的水电连接了以后啊，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让它通船了。找到我们渡船的这个航线啊，看一下。忘了创建这个渡船的路径，我们把路径创建了以后啊，再添加一个车站，这里就可以通行了。哇，这绕的有点远了。哎，检查一下，这里可以过船吗？有一条铁路，可以。左边的路径呢，我们最终让它通向 CBD。OK。再把这个航线呢，我们现在添加2个车站。然后我们来到这个站点啊，看一下。这个站点的电源现在没有连接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在附近呢加一点点小型的电线杆。然后把旁边居民区的这个天桥给修复一下。OK， 看一下它的高度，这个高度还得越过旁边的火车线路。这个高度没有问题吧？就是旁边的这个坡度看起来有点太陡峭了，稍升级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到这个方向啊，想一下，把这条路口切在哪儿？这个天桥可能会有点绕，不过已经比这些居民啊，他们绕路节省很多时间了。这个天桥上的行人基本上都是对面的，因为我们旁边有一个地铁站。宋丹丹，哇，这个名字还可以啊，不算太陡峭。OK， 天桥是没有问题了。我们再去机场去看一下啊。目前有一艘渡船来到了这个位置，检查一下啊。那么这条线路肯定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先把这个渡船1号线，把游戏暂停，把这个1号线给删了，然后我们重新绘制一个，或者我们把工程再做大一点，让这个渡船呢最好能够走一个环线，就是旁边的这个地皮需要买一点。差不多了吧？好像过不去啊。我去，没有钱了，只剩下5万多块钱了。这个地图第一次快破产了。我们再绘制一下这个航线。一整圈的航线有了，这条路线就可以取消掉了。重新创建一条站点，这条站点呢，让它从机场开始出发，然后来到体育场，
再来到 CBD， 去往菩提广场。第2条线路呢，让它从机场出发，逆时针来到菩提广场，再来到 CBD， 去体育场。OK， 2个大环线。然后我们现在把游戏继续啊，检查一下。16艘，哇，太多了，把它降一下。每个路线我们尽量把它降到6艘左右。我们的海面上会堵船的。啊，太壮观了。把游戏恢复到1倍的速度啊，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是可以登船了。OK， 装满了26个乘客。跨海的大桥好像已经没有那么多车辆了。刚才把这些航线给通了以后啊，现在我们城市只剩下20多万了。然后我们来到这个位置啊，今天简单的捕一点鱼，捕一点虾。捕捞港口把它放在哪儿呢？把它放在这儿吧。反正这个地方我们也不盖房子了。我们把这条路啊，先向右边延伸，延到这个位置，宽度差不多是这么宽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连接一个曲线。这个捕鱼港口啊，它就可以上线了。既然都是凤尾鱼的话，那么可以离得稍微近一点啊。我们就在远处啊，我们就在家门口啊，就把这个鱼给捕了。然后这个宽度应该没有问题。还要想办法让这个鱼的效率稍微快一点。我们现在一心只为钱啊，一心只为这些市民有了更好的发展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捕鱼的船已经出发了，鱼已装载完毕，9%、10%，这个路线应该差不多啊。我们在这儿呢放一个水力的发电机，不能放得太远。哇，这里可以啊，这里生产20兆瓦。我们先把游戏加速一下，它到这个位置以后30%多，整圈下来看能不能走完100%。鱼已装载完毕60%多，差不多，70多，80、90。我去，到这里100了，这个路线还是稍微长了一点，不过也无所谓啊，只长了那么一点点。把游戏恢复到1倍的速度，这个船只还不少啊。然后捕鱼的港口有了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远处还有别的鱼，远处有一些贝类的。把贝类该放在哪儿呢？贝类我们可以放在这个方向啊。贝类最好是离深海比较近一点啊，这样的话节省一部分的空间。OK， 再把这个道路看一下怎么延伸。我们这个海边是不能怎么发展的，这个位置有一部分的沙漠，盖房子不漂亮。现在只能是把这个道路啊，看一下能延到一个极限的位置，也就是这里。然后小路线呢，再往左边来引。哎，算了，就先这样连接吧。2条路线都不近，但是为了这个捕鱼的效率更加的快一点，目前只能这样的打算。我们从这儿呢再增加1条路线，这条路线可以往深处稍微走一点。OK， 可能不太够啊，先检查一下。贝类的渔船，它走到这个位置以后，15%、17%、20多，差不多快要返程了。返程之前能达到50%，哎，达不到。这个路线等于说画的有点小了，那个有点大了，把它均衡一下正好。他来到港口的时候啊，他捕捞了68%。啊，我们检查一下能不能再增加一点点路线。无效的形状，把游戏暂停啊，先删一段。捕捞路线，再往前方走大概多少？这是60多，走在这儿，再让它回城。OK， 差不多了。
现在捕捞效率，等这个船回来以后，它可能才会更新。18个货物卡车，哎，它的卡车出动到哪儿啊？这个鱼市场还没有建设，正在出口鱼啊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建设这个鱼市场啊，所以这个鱼它只能卖到外地去，卖到别的城市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市民呢，他现在吃不到这些新鲜的鱼类。找个合适的位置啊，再放一个鱼市场。这个位置最好不能太远，还得方便我们的市民来购物。那么让旁边的山民吃到最新鲜的鱼。我们先在这个位置吧，先在这个位置放一个鱼市场，看一下效果啊。放一个加工厂以后啊，它可以直接卖在我们的商店旁边。鱼市场呢，它可以直接卖给消费者，不用处理成货物。放在对面吧。有了鱼市场以后啊，商业区的货物现在增长到了10吨，已经可以出口了。然后再检查一下这个鱼市场。鱼市场它没有进度啊，它可能是自动运营的，我们不用在意。然后这里做沙滩旅游的话，现在不太好做了，我们现在只能以赚钱为目的。目前我们把这个捕鱼业做好了以后啊，收入每周只有2000多块钱，这个捕捞的行业可能还没有稳定下来。那么为了增高收入啊，我们用到下一个办法，就是继续增加人口，让他们给我交税。增加人口的话，想一下啊，这里可以发展的地方已经不多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上山的道路啊，先填充一部分的高密度住宅区，来一点小高层。其实这是不合理的，地形太奇怪的地方我们就不增加了，可以尽量在山脚下增加一些。房子已经陆续盖起来了，